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1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1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39.29，收盘价是242.8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6.70，最低价是在236.4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1.498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平。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1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上影线略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是在相对高的位置。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看到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收盘价是超过前高，成交量平。那由于这根 K 线的上影线略长，那说明现在上方是有压力的，要小心股价会出现回档。那日后股价继续上涨的条件就是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46.70，那否则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日后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240附近。另外一个方向，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32。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平盘，收盘价在237.5附近。实际在11月15日收盘价是在242.84，出现了上涨。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上涨在点位上是有差别的，但是当日的走势是完全相同。那由于股价在上行的行进中，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11月1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上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57。257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压力位，那股价上行的目前的真正的目标是要站上269。那如果站上269，将会瓦解目前，也就是自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也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上方有头低，两个头低，那一旦站上269呢，将会瓦解这个空头，那么股价会继续上行。那我们继续说，股价站上269之后上行的目标就是300关口。那么对于279，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包括上方的缺口。所以目前如果股价继续上行，我们认为有两个位置，一个是要冲破257这个压力位，然后站上269，然后我们就可以讨论300关口。对，这是3个重要的点位。好，那么对于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依次来说一下，是257，然后是269，上方是279，279是压力位。好，
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当然，我们会看到，如果股价在到达269之前，这条下行的趋势线，这条下行1号趋势线是由特斯拉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低点建立的头低的下行趋势线，那它也是最后一根下行趋势线。我们会看到之前自7月份以来，连续有3次在测试突破这条趋势线，但很遗憾都是在这个地方和趋势线的交点出现了反转向下。那么我们来看，如果股价继续上行，在站上257之后，是否能够突破这个位置？那么这条趋势线也将是一个强压力。我们会看到，对于11月17日来说，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在265附近。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描述。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5.7，或者我们取个整数206，是11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目前股价是有一个底高，上方有头高，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股价一旦出现回档下行的目标，一定是206，来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在到达它之前呢，我们会看到各条均线值，包括这个缺口都会成为支撑。那我们再来看，如果206被跌破，第二个目标就是194，跌破194将会继续自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52，那在到达它之前有一个支撑位就是178。那下行的3个目标依次是206、194和178，目前是这样的3个目标。好，我们再给出在11月1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在11月15日盘中要关注的位置是这根锤子线的最低，也就是股价只要在它上方运行就会收高，或至少是平盘。好，那么到了11月16日，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在241这个位置，我们调整水平线的241。好，241其实我们会看到呢，它是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同时呢，它也和这个50日均线值重合。那么我们关注这个位置的原因，就是在11月16日盘中，如果股价能够在241上方运行，那么它是容易继续上涨收高，或至少会出现横盘的现象。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在241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很容易会出现一根直接回档的 K 线。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的仓位，分别是在11月14日收盘价5%建仓，然后在11月14日收盘这个位置，是10%的加仓。那这两个仓位的成本位是在233，我们给出的获利的目标就是从前高，也就是230
8这个位置一直到上方的242，这是我们这个仓位继续能够获利的。不对，是到245。对，在之前我们给出这是获利的位置。那么我们会看到11月15日在盘中股价是到达了这个位置，那这样的一个仓位呢，也很有可能已经获利出场。好，但是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包括我们在说11月14日这个位置说是加仓，那如果之前没有建仓，在这个位置是可以5%建仓的，那获利位置也是从238一直到245。那这两个仓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如果目前会继续持有，那到了11月15日收盘价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当然也不可以，如果之前没有建仓，也是不可以进场的，因为现在生成的这根 K 线是一个上影线略长的，在高位的一个K 线，那么成交量并没有呈现量增，而是出现了量平。那这样的现象说明买盘目前已经到达了一个上限。那么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那我们说股价日后上涨的条件就是要站上246.7，要站上这个前高，否则会出现回档。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或者说是进场做多的。好，那么这个15%的仓位如果没有出场，到了11月16日，我们认为我们给出止损位，我们是目前守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31到234之间，所以我们可以守234，对，也就是股价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这个仓位应该即刻出场。那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说也很容易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去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我们再来看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目前在11月16日开盘之后，一定会有空单的进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回补下方的缺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方的206。那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上方从246一直到257，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好，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1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好，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我们取整数在247这个位置。第二个压力位是257，第三个压力位是265。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上方的269一起包括进来，就是第三个压力位是一个压力区间265到269。好，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236，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231到234之间，在这个位置。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25到226之间。好，第三个支撑是我们给出20日均线值是在21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1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要给出2个方向。那第一个方向呢，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上涨。那继续上涨，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4。
最高上方会到达255，然后收盘会收在253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继续上涨。好，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呢，那它将是一个叫做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在盘中最高会到达244，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36，然后收盘会收在238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如果股价既不出现上涨，也不出现回档呢，那我们给出的第二个可能就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出现横盘向下，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0，最高上方会到达247，然后收盘会收在241附近。那我们预测的这个横盘向下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 K 线，也就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